被告人傅以宁过失伤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3天前，消失15年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本以为是幸福的阖家欢乐，却没想到是和我的8个未婚夫联合为我设下的一场偷天陷阱。宁宁啊，为了庆祝你回家，爸爸妈妈呀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妈，爸，这是什么？姐姐对不起，爸妈不舍得我去坐牢，特地让你回来替我顶罪的。茵茵有先天性心脏病，你替她坐牢，出狱后妈一定竭尽所能补偿你。是的，等你出狱，咱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团圆圆的在一起了。你放心，就算为了茵茵，我也会补偿你。我们也是。可是，如果我不愿意呢？宁宁，茵茵从3岁开始就没了父母，她爸妈是为了救我们才出车祸去世的。我们答应过她父母要好好照顾她。宁宁，就当你帮帮爸妈吧。可是我才是你们的女儿啊！难道就因为你们从小抛弃了我，我就不是你们的女儿了吗？难道就因为你们18年来从未养过我，我就不是你生的了吗？你给我闭嘴！对你有深恩，只是让你替茵茵去坐牢，又不是让你去死。今天这份认罪书，你不签也得签，这个牢你是坐定了。签了，赶紧签了！我是不会签的。把他给我拦下！出去以后好好做人。3年牢狱之灾，我的亲生父母为救管家的女儿，亲手把我送进无间地狱。如今我刑满出狱，是时候清算。宝贝，生日快乐！爷爷，这是爸爸送你的生日礼物，限量款的劳斯莱斯。谢谢爸爸。茵茵，这是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帝王翡翠项链。爸妈，有你们真好。茵茵，这是我们送你的生日礼物。要我说，茵茵小姐命真好，长得漂亮还招人疼，谁见了不喜欢？哪像傅家那个亲生大小姐，现在还在大牢里蹲着，没出来呢。坐过牢的人一辈子可就毁了，可不是吗？估计傅家这辈子都不会认她这个女儿。你们是在说我吗？大小姐，宁宁，你怎么回来了？看样子你们是巴不得我在牢里不回来。你妈妈不是那个意思，你能回来呀，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吗？帝王绿翡翠，好东西啊！劳斯莱斯，刚好我没成。傅以宁，什么意思？这都是给茵茵的礼物，不是给你的。可是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怎么没人和我庆生？姐姐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今天生日，所以还没来得及准备。那就把你的生日宴赔给我呀。
祝我生日快乐。傅茵茵，我替你坐了3年的牢，吃了3年的馊饭。你呢？住大别墅，开豪车，办派对，开香槟，神仙日子。姐姐，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娘娘，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闹了啊！闹！我今天就是要陪你们闹个够！爸，你这个逆子，为了一个管家的女儿，把我们傅家的血脉送进监狱坐牢3年，你对得起傅家的列祖列宗吗？爸，茵茵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要是被送进监狱，我怕她会没命的呀！你还敢袒护她？我告诉你，傅家的产业只有宁宁一个人能继承。爸，您34啊，爸！家里培养的那8个优秀资助生，都是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的遗骨，也是给宁宁培养的未婚夫。我要他出狱后，保他一生幸福美满。哎，爸，爸去世的时候，把遗产都交给了宁宁，在没夺走他的继承权之前，还不能动他。宁宁，你这么多年受的苦，爸爸心里都知道。等你发泄完了，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聊聊。一家人，你我妈妈，我们3个才是一家人，他们9个应该是外人。茵茵是你的妹妹，怎么能算是外人呢？至于他们8个呀，我忘了给你介绍了，他们是傅氏培养的优秀资助生，也是你未来的未婚夫，将来大家呀都要成为一家人的。原来是这样。傅叔叔，我们8个是不可能娶她的。爸，就算你想弥补姐姐，也不能牺牲安辰哥哥他们的幸福吧？除了茵茵，我谁也不娶。我们也是。住口！可别忘了，没有傅家，你们什么都不是。宁宁，别介意啊。我不介意，毕竟对一个在阴沟里苟延残喘3年的老鼠而言，情爱只是附属品，唯有权势才是登云梯。爸爸，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接受他们9个，但是我可是你的亲女儿，这些年你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能不能给我一点？啊，宁宁，你也花不了这么多钱，这样，我先给你转10万块钱作为零花钱。爸爸，我可替傅茵茵坐了3年的牢，背上了一辈子的污名，难道一个女孩的名声只值这些钱吗？这样，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转。爸爸，这些年你在他们9个人身上花的钱，每个人应该有1亿吧？我要9个亿，不过分吧9个亿，傅颖莹，你穷疯了！是啊，姐姐，你没钱可以和我说，何必这么狮子大开口呢？爸，难道我在你心里还比不过他们吗？爸爸，你一定不会吝啬我这个在外面受了20多年苦的亲生女儿吧？是啊，爸心疼你还来不及。宁宁，你既然回来了，那咱们就坐下聊。好呀，爸爸。傅颖莹，你又闹什么？宁宁，怎么了？爸妈，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好陌生，好冷，装修我也不喜欢。行，爸给你重新买一套房子。爸妈，难道你们不想和我住在一起吗？哎，宁宁，
怎么会呢？你能回来，爸妈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惜你不喜欢这房子。我不喜欢这房，是因为我难受。这张全家福上有爸爸，有妈妈，傅茵茵，还有他们8个，可是唯独没有我。傅一宁，你什么意思？茵茵从小没有爸爸，和傅叔叔、傅阿姨和我们合张合照怎么了？傅一宁，做人也太自负，现在连茵茵唯一的温暖都要毁掉了。可是这是我家，不是他的，不是吗？宁宁，我们以后再给你拍全家福好吗？可是我的心脏好难受，以后我每天看到这张全家福，我就能想到这3年来你们欢聚一堂，而我一个人无依无靠在狼，没有亲人的陪伴，我好孤单。你装什么装？够了，我让我妈把照片给你取下来。王妈，不用，爸爸，我自己能处理。爸爸妈妈，全家福上一个管家的女儿，笑得多甜。傅一宁，你赶紧把合照放回去。抱歉，我做不到。干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们，我才是傅家唯一的亲生女。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甚至可以打我、骂我，可你不能毁了我的生日宴，还撕了全家福呀！好啊。宁宁，你怎么能打茵茵呢？茵茵，没事吧？你这个蛇蝎女人，茵茵这么善良，你怎么下得了手？他叫我打他的，我只是听了他的话，有什么错吗？傅叔叔，傅阿姨，你们一定要为茵茵主持公道。没错，今天敢对茵茵动手，明天他就敢对茵茵做更过分的事。这种坏心肠的女人就不该留在傅家。娘娘，这件事情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欺负茵茵呢？他只是被我打了一巴掌，我替他在监狱里受的可是无穷无尽的折磨。我肚子上还有匕首捅的刀疤，你要看一下。好了，茵茵，以后不要乱说话。爸，娘娘，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给你检查身体的。谢谢爸，不过我明天可以和他们8个一起去公司吗？我想为爸爸分忧。宁宁，公司有安晨他们8个人已经够了，不会出岔子的。可是傅家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我不早点熟悉业务，以后怎么继承傅家？难道公司要让给这8个赘婿当中的其中一个吗？傅一宁，怎么会呢？爸爸明天就安排你去公司。爸让我们带你去公司，上车。一大早就浪费我们的时间，真是矫情。姐姐，早上好呀。茵茵车只能坐在副驾，你要坐就坐后面去。你让开！你要干什么？你上车干嘛？你不是晕车吗？放心，我开车技术稳得很。
根本就没打算无恙。你等着，安晨哥他们来了，不会放过你的。傅一鸣，你这个毒妇，明知道茵茵晕车，你还敢飙车！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信不信我把你碎尸万段？一群连我车子尾气都追不上的废物，回驾校重新练练车技去吧。你，安晨哥，我好难受。茵茵，没事吧？今天的董事会照例由我安排，接下来各部门汇报一下手里的工作情况。公司目前的运行状况良好，谁有异议？我们都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就是我所汇报的内容，我的汇报讲完了。我没任何意见。下一个，有些人没学历、没背景，还坐过牢。若把在座的各位分成3、6、9等，那他就是最下。接下来，我给各位汇报一下公司最近1周的情况。傅茵茵居然是管家的女儿，没想到傅茵茵是个冒牌货。傅以宁，这是不是你干的？说到3、6、9等，管家女儿的身份，你属于最下等。你给我等着！这事跟你没完！茵茵，哎，我们也走吧。等一下，各位都是公司的元老了，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这个公司姓傅的，就只有我一个，吃谁家的饭，冲谁摇尾巴。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懂吧？大小姐好，刚刚得罪了。大小姐好。我可以接受你们的道歉，但你们要答应我一个事。你身手怎么这么快？谁让你来的？是安晨少爷，他们让你去书记场找他们。大小姐，我也是被逼的，你还是赶快去找董事长帮忙吧。上一个得罪茵茵小姐的人已经被他们折磨死了，那下一个被折磨死的人就是他们。3年前，那个受制于人的我，早就死在监狱里。茵茵，你买那个包你喜欢吗？不愧是安晨哥，这枪打得漂亮。来了，早改饭。早上好啊，你们这群寄人篱下的蛀虫！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嚣张？告诉我，这里不是傅家，我随时可以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劝你最好掂量清楚。怎么，傅家养的8条狗，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要朝主人犬吠吗？你还真是牙尖嘴利，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罪犯，没人会愿意娶你。你还是好好担心一下后半辈子，怎么孤苦伶仃的在精神病院度。一个未过门的赘婿，在这里唧唧歪歪些什么？安晨哥，安晨哥，你没事吧？你竟然敢伤害安晨哥！可惜了，浪费了这么好的红酒。你赶紧给我安晨哥道歉！他泼我红酒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你。
别忘了，是傅家给了你一口饭，才养大了这条流浪狗。吃里扒外的软骨头！你竟然敢打我！姐姐，你这么对安辰哥，就不怕我告诉爸妈，让他们治你吗？你现在就可以去告诉，看看爸妈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傅家养的一条狗。傅隐然，你别以为你姓傅就可以在这个家里为所欲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没人要的臭虫，谁不知道傅叔叔、傅阿姨只喜欢茵茵，不喜欢你。要么你做茵茵的佣人，对茵茵的话言听计从；要么就把你送进精神病院，折磨致死。你自己选一个吧。姐姐，你放心，你要是做了我的佣人，我一定会让你脱层皮。要是我不能，你得罪了安辰哥和茵茵，你没得选，不然你的下场就和这个被子一样。林夏说的没错，你没有退路。可惜啊，你们动我还不够格。你在说笑话吗？就在刚刚，公司所有高层一致举荐我成为公司副总。以后你们几个见到我，还得叫我一声副总。不可能！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可以接受你们的道歉，但你们要答应我一个事。大小姐，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一定帮忙。我要你们举荐我成为集团副总裁。这没有董事长的许可，我们……看来你们还是不够忠心啊！要不我跟我爸说，换一批人吧。董事长就大小姐一个亲生女儿，这公司以后肯定交给她。我们现在提前站队，以后好处少不了我们的。大小姐，我们愿意。你用什么下作手段得到这个位置？你心里清楚。怎么，你是想对公司的副总动手吗？庆祝我升职的蛋糕马上就会到了。快来尝尝我的升职蛋糕吗？你别高兴得太早。爸，你一定要好好管管姐姐，她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哄骗公司里的那些高层推荐她当副总，你一定要好好管管她呀。爸爸，你苦心栽培了我20年，这公司副总的位置不应该是我的吗？你就放心吧，爸发誓，这公司副总的位置啊，一定是你的。好。爸，今天我以集团副总的身份完成了和江家的合作。娘娘，你说的是真的？哎呀，你真是我们的大功臣呐！姐姐，一份作假的合同，就别让爸劳神过目了吧。毕竟这江家最看重合作方的背景，你一个坐过牢、有过案底的劳改犯，有什么资格跟人家合作？你就这么确定我办不成？不然呢？一个坐过牢的罪犯给江家人提鞋都不配。我劝你还是照照镜子，好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吧。那你们就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清楚。
怎么可能？飞，你别以为随随便便找了个假冒的合同就能糊弄过我，江家人怎么可能看得上你？没错，江家可是京市第一大豪门，傅叔叔这么能耐攀上的关系，你有什么能耐攀否？喂，你说什么？京氏江家要和我们傅家谈合作？你说什么？傅叔叔，你说什么？这姓江的这么多，谁知道是不是第一豪门江家？好，你替我向江老爷子问好啊！我们傅家能够取得和第一豪门合作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要谢就谢你的好女儿吧，要不是她在监狱里救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江家少爷，江总可不会看上傅家。你说什么？娘娘，你在监狱里救了江家少爷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从来没有跟爸说过呀？爸爸，我坐牢这3年，你从未看过我，我哪有机会跟你说？哎呀，是爸爸的错。娘娘，你为我们傅家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说吧，你想要什么？爸都答应你。姐姐，你作为傅家的一份子，为公司出力那也是应该的吧？怎么说话呢？宁宁能为我们傅家拉来江家谈合作，就是我们的大功臣。一会儿我让这个酒楼大厨过来，给咱们呀好好的庆祝一下。爸，我需要的不是这些，我想当公司的副总，替您分忧。傅叔叔，副总这种职务关系是公司的未来，怎么可以交到一个老板饭手里？是啊，傅叔叔，要是外人知道了，是会被人耻笑的。傅叔叔，您三思啊！是啊，娘娘，说是别的事情啊，爸都答应你。可这个公司副总的位置，哎呀，还太年轻了。要不这样，爸先给你这个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你先练练手。公司副总的位置啊，以后再给你。那我们和江叔叔的合作，也就只能延后了。别，事好商量嘛。这合同啊，金贵着呢，可别弄坏了。那副总的位置和江氏集团带来的利润相比，给他一个区副总，也算不了什么。爸答应，爸就这么定了。可是宁宁啊，咱们公司啊有一个7天的试用期，你也体谅体谅爸爸，走下公司程序。都听爸爸安排。拿到一个临时副总的位置又怎么样？有我在，就别想过试用期。副总的位置可不是这么好当。爸爸，既然姐姐当上了公司的副总，那接待苏家的事情就交给姐姐吧。苏总是谁？连苏总都不认识，还想做公司副总？别怪我们没提醒你，苏总可是咱们公司最难对付的大客户。上一个得罪他的负责人，是被他的保镖从20楼天台上推下去。整个脑袋全是血呀！晚上可别被吓得尿裤子，第2天不敢去公司啊。是啊，姐姐，你该不会想打退堂鼓吧？娘娘，我去。接下来是公司未来3个月的发展概况。哎呀，姐姐，不好意思啊，我把资料给拿错了。不过我想区英语翻译应该难不倒姐姐吧？那倒未必，谁不知道她就是个村姑，连血都没上。慧宁，我看你还是别逞强了，你现在跪下来好好求求安晨哥，说不定安晨哥还能帮你一个。是啊，不然惹怒了苏总，等会儿有你苦。傅茵茵，还有你们8个，今年年终奖全部取消。凭什么？就凭我是集团的副总裁，而你们只是我的下属。苏总，不好意思，是我管教下属不严，惹您不快，以后我一定多加管教。费宁，你别太拿着鸡毛当令箭。闭嘴，这里没有下属说话的份。姐姐，
安晨哥可是唯一一个精通8国语言的人，你得罪了他，等会儿就没人帮你了。一个样样都不如我的废物，有什么资格帮我？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苏总介绍。苏总，这是我们公司未来3个月发展的第一步，预计投入8000万到新的医疗中心购买最新的医疗设备。他没有翻译错。我们下个月预计就从这3个点来出发。能和傅小姐这样能力出色的人合作，我很放心。合同现在就可以签。等等，苏总，我姐姐虽然是集团的副总，但论资历可比不上我和安晨哥哥他们在公司的年限。为了你的利益保证，我想这合同还是跟我们签吧。苏总，您和我们9个任何一个人签约，我们都会为这次合作绑架护航，这绝对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等抢了这份合同，我看你还怎么坐稳副总这个位置。我资历浅，职位高，不恰恰证明了你们9个人的无能？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几个人进了公司已经有3年了，事业毫无建树，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个公益。你们几个说出来不嫌丢人吗？但至少我们9个底子比你一个留过案底的清白。啊？什么？苏总，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姐姐她有过犯罪史，根本不配和你合作。苏总，和我们合作，你绝对不会后悔。不必了，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既然有过犯罪史，你们傅氏集团还能让傅小姐担任副总的位置，想必她的能力非比寻常。我就和你合作。傅氏集团，我只认你。合作愉快，多谢苏总赏识。苏总，傅以宁，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让苏总这么相信你？手段，让人有目共睹的实力才是硬道理。蠢！你别以为你签了合同就可以那么嚣张，告诉你，下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啊，茵茵，没事吧？茵茵，你竟然敢打我！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你竟敢当着我们的面打茵茵，看我怎么收拾你！收拾我？你也配？身手怎么这么好？这3年进了监狱，专门为你们学的。这次是柔道，下次就是跆拳道。你们要不要挨个试个遍？啊！不管怎么样，茵茵不过就犯了个小错误，你有必要动手吗？小错误？你管他差点毁了1个亿的合同叫小错误？他不配是非，你们几个也是吗？不过是犯了个错误，无论茵茵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8个都能给他托底。没错。你笑什么？都说慈母多败儿，你有8个慈母。爸，我错了。要不是宁宁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在公司闯了这么大的祸。爸，我不是为了抢合同故意得罪苏总，你就饶了我吧。啊，茵茵，茵茵这是犯了什么错？有必要这么惩罚她吗？一定是你在傅叔叔面前告状了吧？犯了错，不应该接受惩罚吗？你，傅叔叔，今天公司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更大。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傅叔叔，惩罚我们吧！韩琛哥，你们不用替我求情，这件事就是我的错。爸，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长跪不起。哎，差不多就行了。爸，你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原谅他吧？你说你知道错了，可
可是从进门到现在，一句对不起也没有说过。爸爸，我知道你心软，不如就让我来让他认错吧。爸爸，今天要是没有我的话，他闯的祸可是让公司损失了1个亿啊！1个亿让管家的女儿无缘无故赔光了，多浪费啊！你少煽风点火！什么管家的女儿？我也是爸爸养了20多年的女儿。好，宁宁，这件事就由你。你想干什么？当然是让你认错呀！爸，救救我！姐姐会打死我的！不要滚！好妹妹，别怕。姐姐，对不起，我求你放过我吧！我错了，你放过我吧！好吧。爷爷，傅姨娘，你竟然对殷下这么重的手！一个管家的女儿，我有什么不敢？别张口闭口管家的女儿了，别忘了，是一个劳改犯，还不是拜你所赐。如果当初我没有替傅茵茵坐了3年的牢，现在是劳改犯的人，应该是他吧？姐姐，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打我，你就打吧。茵茵，你说什么傻话？你有心脏病，他替你去坐牢是应该的。是啊，你没有错。好一个没有错。不过劳改犯这个事儿倒是提醒我，现在我出狱了，是不是可以替自己白白坐这3年牢申冤？娘娘，茵茵已经认错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再伤了和气啊。是啊，宁宁，家和万事兴嘛，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啊，和和满满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赶紧向宁宁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牢狱之灾，太便宜你们，我要的是你们生不如死。茵茵呀，这是爸给你准备的伤药，涂了就能消肿了啊！来，我不要。茵茵，爸晚上教训你啊，也是逼不得已。现在公司继承权全在傅一宁一个人手，只有等他满25岁之后，我们才可以啊均分他的继承权。是啊，茵茵，你爸那么做也是为了能够稳住他。可是他还有2年才到25岁，难道我们要一直等吗？而且遗嘱上也说了，只要他跟安晨哥哥他们8个任何一个人结婚，他就能提前获得财产。到时候我们还是分不到钱啊！茵茵，我们对天发誓，我们爸绝对不会娶她。没错，作为此诺，我们剃发出家。茵茵，你现在相信我的话，都是真心了吗？这条狗身上居然装了监听器，这家里什么时候多出一条狗？这狗身上的监听器，难道是傅颖莹装的？快抓住他！抓住他！我要扒了他的狗皮！可可，傅颖宁，赶快把这野狗放下！什么野狗？这是我收养的狗，叫可可。来，可可，跟大家打个招呼。茵茵，你什么时候带回来一条狗啊？在家门口捡的，看着跟我一样可怜，就把它收养了。娘，你在狗身上装窃听器干什么呀？爸爸，这是监控，不是窃听器。不装监控，我怎么知道我的狗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又怎么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的狗背着我做了什么？那你监视一条狗做什么呀？姐姐，我知道你是乡下长大的，可我们家是豪门，不是养这种脏东西的地方。狗狗，我比家人要忠诚。你怎么，我们跟一条狗比呢？爸爸，可是我可不会养我，
但家人可就不一定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都去休息吧。你别嚣张的太早，得意不了多久。可可，咬他！乖宝宝，让妈妈听听，他们都背着我聊了些什么。爷爷，爸晚上教训你啊，也是逼不得已。现在公司继承权全在傅一宁一个人手上，只有等他满25岁之后，我们才可以均分他的继承权。而且遗嘱上也说了，只要他跟安晨哥哥他们8个任何一个人结婚，他就能提前获得财产。现在我知道你们的秘密，可惜你们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走吧。今天本小姐心情好，请大家去团建。太好了，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谢谢二小姐。姐姐，我请客去的地方，光一桌酒水就要10万，多的是达官显贵。那种场合，你去了应该不习惯吧？毕竟是从乡下来的村姑，指定没见过那种场面，到时候肯定会怯着。你这个乡下土老帽，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不然一个人坐在边上喝酒，多闷。人家指不定品酒都品不明白。好，我不去。我们走。看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去团建？你们什么意思？是想驳茵茵的面子？这副总不走，我们也不走，我们跟副总一块儿。你们不好意思，他们在公司只听我的，跟他们去吧，玩得开心。茵茵，茵茵，你慢点。茵茵，安晨哥，你都看到了，这才短短几天，公司那帮人就那么听他的话。这一切都是暂时的，2年后，别说公司，就连傅家都不会有他的位置。是啊，茵茵，等我们一起陪你熬过这2年，到时候再清算他也不迟。你们说的对，不过这2年也不能让他太轻松，要不然我们给他介绍一个男人，这样他就不能嫁给你们8个继承傅家的财产了。都随你，正好我们也不想娶她，看见她就闹心。就是，把她赶走了，省得留在傅家碍眼。进来，过去。姐姐，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安晨哥哥他们，所以这是我特地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他虽然和我比有些差距，但配你绰绰有余。还不介绍一下自己？俺叫王传祖，俺对媳妇儿没啥要求，只要能生养就行。看你长得挺瘦，一时半会儿呢会给俺生不出儿子，得生出来儿子你才能封我。不仅要生儿子，你还得会洗衣服、做饭，照顾俺。姐姐，别看他长相磕碜了点，但他人老实，还会疼人。最重要的是，不嫌弃你坐过牢。最重要的是，不嫌弃你坐过牢。哎，你刚刚说你叫什么来着？俺叫王传祖。那我就让你断子绝孙。你这个毒妇！姐姐，就算你不喜欢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也没必要伤害人家吧？不伤害他，难道伤害你吗？有我在，你别想动茵茵一个人。你还有你们7个，我怎么记得是我的未婚夫？姐姐，强扭的瓜不甜，安晨哥他们不喜欢你。可是我改变主意了，我偏要在他们8个里面选一个当我的未婚夫。你看，他们8个个个长得人模人样的，多适合当傅家的赘婿。傅以宁，你别给我得寸进尺。别忘了，
你们8个在傅家是为我而生的，如果不当傅家的赘婿，你们只能被赶出傅家。你们说，我应该选你们哪个当我的男人呢？你要怎样才能选择不和我们结婚？很简单，你们8个谁先捡到我丢的这个球，我就不选谁。快去吧。傅影，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傅家？傅影，最好别太过分了。就是，拿我们当狗吗？拿着狗的玩具使唤谁啊？可是，如果你们不去捡的话，你们可就要被赶出傅家了。那样的话，傅茵茵可是会伤心的。安成哥，为了茵茵，我什么都愿意做。陈哥哥他们怎么能这么听他的话？这样可以了吧？我要你像可可那样叼给我。傅影，你别给我太过分了。安成哥，我们走。这就退缩了，看来傅茵茵在你们心中也不过如此。狗狗真乖。傅影，你他妈敢耍我！傅影宁，还有点女人的样子吗？耍我们8个男人很好玩是吗？是啊，你们8个的模样，每一个我都很喜欢。你们哪一个做我的男人，我都高兴。何总，你之前说要卖给我一批劣质医疗器材的事情，我答应了。这我可不敢。安晨少爷他们要是知道，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放心，我都安排好。狗狗真乖。安晨哥，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就是用了这个公司的医疗器材，我孩子才一直昏迷到现在。医生说他再也不会醒了。那个新的狗东西，让负责人出来讲话！混账东西，竟然假公济私，利用职务之便进了这么一批劣质的器材，你知不知道？就快闹出人命了！姐姐，爸给你的钱也不少，你怎么能利欲熏心，干出这种事呢？我就知道你回傅家就是不安好心。事情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现在兴师问罪是不是太早了？还是说有人心虚，急着往我头上扣帽子？你什么意思？整个傅家除了你心术不正，还有别人吗？难道说傅叔叔自己会害自己的公司啊？茵茵这么天真善良，更加不可能。我会调查清楚所有医疗器械的信息。请问你就是那批劣质医疗器械的负责人吗？为了赚黑心钱，昧着良心使用这批医疗器械，是这样吗？大家别怪我姐姐，我姐姐坐过牢，没什么文化，所以才会一时走错了路。你居然坐过牢？傅氏集团是怎么让一个劳改犯做上副总的？帮我健康孩子！各位放心，我会给病人、媒体记者以及群众们一个解决方案的。副总，您扶持一位罪犯上位，如果事情查清，您会亲手将他送进监狱吗？副总，这关乎公司声誉，您是否应该做个表率呢？在公道面前，没有私情。你给我闭嘴！我们对你有深恩，只是让你替茵茵坐牢，又不是让你去死。
姐姐，这刚出来不久，没想到又要回老地方了。这次进去，你就别想出来。是吗？我手机里的公司监控视频足以证明我的清白。像你这种曝光自己的主播，我还是第一次见。不可能，不可能！安辰哥，赶快把这个监控拿给大家看，让大家好好看呀，这个坏人的真面目。安辰哥，你还愣着干什么？是啊，我来替他说吧。因为偷窥器材的人是我。安辰哥，你胡说什么呢？你从小受傅家的恩情长大，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是啊，安辰哥，难道你要在这些媒体记者面前袒护傅玉宁吗？安辰哥，这话可不能乱说。安辰，你别闹！是我利益熏心，买了一批劣质的器材，不愧对于傅叔叔这么多年的教育。安辰哥，想不到傅家养了这么长时间，居然养了个白眼狼。谁说不是呢？报恩负义这一块，谁能比得上他呀？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林香，这件事是我做的，你不必跟大家争了。安辰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顾安辰今天就引咎辞职，离开公司。安辰哥，你别冲动。好啊，你的离职申请我答应了。傅玉宁，你故意的吧？现在公司刚刚遭遇危机，你就这么着急放弃安辰哥，弃卒保帅吗？像他这种包庇毒瘤的惯犯，留在公司方便毒瘤成长吗？宁宁，你这话什么意思？购入劣质医疗设备，损害公司名誉，导致病患昏迷的人是傅茵茵。你以为你抢了我的手机，我就没有办法坐实傅茵茵的罪证了吗？宁宁，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没有误会。他就是和傅茵茵串通一气的供应商。傅总饶命啊！姐姐，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是你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泼我脏水啊！谁知道这是不是你找来的演员？演员，把你和傅茵茵的聊天录音放出来吧。何总，你之前说要卖给我一批劣质医疗器材的事情，我答应了。这我可不敢，安辰少爷他们要是知道，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怎么回事？还真是茵茵的声音。茵茵，这怎么回事啊？你敢算计我！安辰少爷他们对你管得那么严，我不留点后手，万一东窗事发，我不就交代在他们8个手里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他长得人畜无害，背地里这么恶毒。是啊，还想冤枉他姐姐，最多负人心呢。就是你害了我的孩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一直怕姐姐抢走我的位置，所以我才……我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蠢货？我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个蠢货？副总，现在真相大白，您如何处置傅茵茵？给大家一个交代。是啊，傅茵茵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你身为集团董事长，不应该姑息。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爸爸，是你自己说的，公道面前绝无私心。傅以宁，你一定要当着这么多人面把茵茵推向绝路吗？没错，就算是茵茵做的，但是茵茵给你道歉了，难道还不够吗？你还想把她送到牢里面去吗？一条人命在你们面前就这么不重要吗？还是说，姐妹溅到你们身上，被伤害的人不是你们的家人，你们感受不到疼啊？是啊，你们是不是人？这个母亲失去了孩子，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今天富氏集团不给个交代，就砸了这公司。爸爸，如果你再不给他们一个交代的话，砸了公司是小，明天公司股票跌了，可是大啊！爸爸，不要！今天起，傅茵茵从傅氏除名，永远剥夺你遗产继承权，这辈子
许你再踏入公司半步。不是，爸爸，放弃继承权的协议，我已经替你拟好了。傅以宁，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这合同非得今天签吗？我这样做怎么平息众怒啊？爸爸，你会说到做到的，对吧？爸爸，不要！爸爸，不要！爸爸，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作为董事长，如果不说到做到的话，我们公司的可信度可是会大大下降的。傅一宁被家人伤害，亲手推入地狱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傅氏集团作为京市知名企业，会对这件事情负责到底。我们会第一时间回收那批劣质器材，向公众表达歉意。至于受害者，受害者一直昏迷不醒，请问贵公司如何承担起这个责任？是啊，这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爸爸，我已经安排了世上最权威的医疗团队，他的孩子还有救。你说什么？医生都说我的孩子再也没救了，你说的可是真的？放心，你的孩子只是陷入了半昏迷状态，过不了1个月，他就会醒了。谢谢，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这是我个人给你的一点补偿，没有密码。副总，你的大恩大德，我该怎么回报您啊？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才是负责人应该有的态度。像你8个人的，包庇一个罪犯。副总，明天头版头条一定大力宣扬您做的善事。傅一宁，你竟敢踩着我名利双收，我绝不会放过你！傅以宁，你别以为你得到了继承权就可以留在傅家，只要安晨哥哥他们不跟你结婚，你就休想留在傅家。这么说，只要我跟他们结婚，我就可以留在傅家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警告你，你要是敢让安晨哥他们跟你结婚，我就……你想怎样？放开我！放开我！又想栽赃我？那又怎样？那就成全你啊！啊！茵茵，茵茵，你没事吧？茵茵，安晨哥，我就是想跟姐姐道个歉，没想到姐姐就直接把我摔下来了。傅以宁，公司的事情茵茵已经付出代价，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吗？是啊，宁宁，大家都是一家人，你怎么能对你妹妹下这么狠的手呢？那是她活该。宁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要是今天做出这些事的人是我现在恐怕已经在监狱了。我没对他赶尽杀绝，把他送进牢里，让他尝尝我这3年来受的苦，我已经很善良了，不是吗？我已经很善良了，不是吗？傅以宁，当初送你去替茵茵顶罪是迫不得已，你有必要记恨到现在？那这么说，我现在应该报警，把他送进去吗？安晨哥，我不要走了，我不要！你们还不赶紧向宁宁道歉？还有你，茵茵，你也是，赶紧的！对不起，对不起。以后少把这些下三滥的手段用在我身上，小心反噬。哎，老燕，你说这宁宁是我们亲生的吗？我现在看到她，我这心里就毛毛的。哎，别胡说！我当然不是你们的孩子。茵茵，冷静点！你别这样，弄伤了自己会心疼的。是啊，茵茵，当初是你让傅老爷子收留我们8个，
我们才有了今天。说什么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的。可是你们也看到了，爸妈现在被他牵着鼻子走，他现在又坐稳了公司副总的位置，以后不就更加为所欲为了？你放心，不会的。今天的周会，各部门汇报工作。汇报工作？我刚刚给我部门的所有人都放假了，没有工作。我销售部也放假了。我们也是。你们怎么能擅自做主给员工放假？哎呀，没办法呀，我们部门7个人，已经习惯跟安晨哥还有茵茵交接，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当然没事干。你简直太放肆了！想让我好好工作也可以，这样，副总，你去跪着求茵茵和安晨哥他们回来，否则这个公司的所有业务恐怕都开展不下去喽。副总，我们怎么办？顾安晨和傅茵茵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想要他们回来，绝无可能。你行啊，那我们现在就走，看你找谁来填补这个烂摊子。走可以，不过把这个签了。你开除我们！你开除我们！开除我们！傅颖莹，你想开了我们7个？没错，对公司不忠的狗留着过年吗？这傅老爷子知道你要开除我们7个公司元老，恐怕他绝对不会放。他还不知道，不过可以现在通知。行啊，我倒要看看今天你怎么开除我们7个。在开除你们之前，先给你们看个东西。这上面是你们这3年挪用公款的记录，才短短3年，你们7个臭傻居然挪用了公司的3个亿！你竟然敢偷偷调查我们！怎么？你还想去傅叔叔面前告发我？爸爸心软，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开除你。不过，你们遇到我，可就不一样了。这上面是你们挪用公款给傅茵茵买奢侈品的消费记录。你们说，如果记者知道这些，会不会大做文章？你已经害了茵茵半个月都没有出门了，还想用舆论害死她吗？要么你们主动离开，要么傅茵茵身败名裂，你们自己选吧。我的时间很宝贵，只给你们3秒钟。林夏哥，安晨哥不在，要不问一下安晨哥的意思？等等，签。傅颖莹，等我们7个走了，就等着公司大乱吧。接替你们7个的人，不就坐在你们对面？你什么意思啊？感谢副总打法。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心腹，在这个公司只需要服从我。感谢副总提携之恩，我们必定以副总马首是瞻。说什么？7个都主动辞职离开了公司，是让你们在公司盯着他吗？安晨哥，不怪林夏哥，都是傅颖宁逼我们走的。傅颖宁，你让林夏他们离开公司，你想干什么？什么？爸爸，我把林夏他们7个都赶出了公司。娘娘，这工作上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胡来呢？是啊，娘娘，他们7个都是公司的骨干，你在动他们之前，少爷要问问你爸的意思啊。他们7个集体罢工威胁我，想让我把傅茵茵和顾安晨请回公司。爸爸，当初你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要把傅茵茵和顾安晨赶出去，
现在如果我把他们请回来了，岂不是让你落了口实？傅以宁，您少在傅叔叔面前花言巧语的了。闭嘴！你们这帮蠢货！傅叔叔，你们是想让我在媒体面前出尔反尔吗？对不起，我没想那么多。娘娘，他们几个人本性不坏，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我怎么会和他们一般见识呢？在这个家，爸爸妈妈，我最重视的人只有你。娘娘，你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傅以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就算我8个都离开了公司，因失去了继承权，这个家也轮不到你来接手。可惜，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秘密。茵茵，你们心里不是只有傅以宁吗？还来找我干什么？茵茵，这爸妈都是为了你好啊！继承权一天不到手，咱们就得先稳住他。等时间一到，我们就把他赶出傅家。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你们也看到了。茵茵，成大事者要能忍，为了我们可以顺利拿到继承权，你还是跟他讲和吧。好。姐姐，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我们重归于好吧。娘娘，之前呢，茵茵做了很多错事，但她终归是你的妹妹，你看在礼物的份上，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了。茵茵送你的礼物，还不赶紧收着？你会这么好心送我礼物？姐姐，我是真心想跟你和好的。姐姐，你就这么践踏茵茵给你的心意吗？姐姐，你可以不喜欢我的礼物，但你没必要这么侮辱我吧？傅以宁，还要欺负茵茵到什么时候？娘娘，茵茵之前在公司确实是诬陷你了，是她不对，但是过去这么久了，你就原谅她吧。姐姐不肯原谅我，那我走就是了。茵茵，梁氏走了，我也走，我们也走，我们也走，我们也走。好啊，慢走不送。怎么还不走？不会是在等有人劝你吧？不好意思，这个家现在是我做主，没有人会劝你，好吗？哎，茵茵，爸妈，一会儿江总还要和我们打视频会议，你们真的要为了一个管家的女儿，放弃傅家的合作吗？茵茵，别劝我了，我不回去。茵茵，现在不是闹小孩子脾气的时候，我们现在离开傅家，只会如了他的意。可是爸妈为了稳住他，处处都维护着他。现在这个家哪里还有我在的地方？安辰哥，你跟我结婚好吗？安辰哥，我现在只有你了，只要你跟我结婚，我就不用担心傅以宁会抢走你，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但茵茵，我们现在名义上还是傅以宁的未婚夫，我怕你名节受损。安辰哥，我不在乎。安辰哥，你就答应茵茵吧。我们这8个人里面最优秀的就是你，你一定能照顾好茵茵的。好，我答应。傅以宁，你处处压我一头又怎样？在安辰哥哥心中，我永远是第一位。下一步该继承傅家。爸妈，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也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要结婚了。你说什么？姐姐，你现在以事业为重，结婚是不是太早了？是啊，娘娘，你之前不是一直对结婚没有什么想法吗？这怎么这么突然呢？宁宁，妈还想让你在身边多留几年，舍不得你嫁出去啊。爸妈，你们放心，我要结婚的对象是他们8个里其中的一个。啊？祝俊。你说什么？怎么，你一个管家的女儿也想抢我的未婚夫吗？
茵茵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你少在这侮辱茵茵的名节。安成哥，3天后我将宴请名人，到时候我会宣布我的未婚夫到底是谁。现在怎么办？要是傅雨林结婚，他就能提前继承傅家的财产了。我有一个好办法，要是让他名节尽毁，他不就没脸择婿了？茵茵，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安成哥，这都是他逼我们的，要怪就怪他自己。当初如果不是茵茵，8个也不会被傅家养育长大。傅小姐，遗嘱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遗嘱确实写明要你与8位未婚夫里其中1位结婚，才能提前继承家产。但是傅家的有条件，如果让8个未婚夫做出背叛的事，那么不用结婚，也能立马继承家产。之前的事情是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作为你的未婚夫，理应照顾你。这杯牛奶就当做我们的欠礼。怎么样了？机会我就给一次，好好把握住。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self. Can't find my 好久不见，傅小姐，这是我夫人送给你的礼物。谢谢江总。我倒要看看，等一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各位，今天呢是我女儿的订婚宴，我们傅家8个未婚夫都站在这儿了。宁宁，你中意哪一个？这8个未婚夫看着都是青年才俊，能娶到傅大小姐，真是他们的福气啊！好羡慕傅大小姐，我要是也有这么优秀的8个未婚夫就好了。我选姐姐，你没资格在他们8个当中进行选择吧？哎呀，茵茵，不要胡闹啊！爸爸，就算你要惩罚我，我也要说，姐姐，你都和别的男人有染了，为什么还要来祸害安城哥哥他们？什么？傅大小姐居然跟别的男人有染？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傅家丢尽脸面，稀释大辱啊！和别的男人啊，姐姐，那天你喝醉了，可能忘了，可是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和别的男人干了一些龌龊的事。你还敢打我？当众造谣，拿你一巴掌送亲。打得好，我们傅总绝不是这样的人，大家不要相信傅莹莹的片面之词。没错，你一个被逐出傅家之人，有何资格来参加傅总的订婚宴？把他赶出去！好，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姐姐，现在滚出宴会厅还来得及。你好好看看视频里面的人是谁。想不到傅二小姐人品不好也就算了，私底下玩这么花呀！觊觎姐姐的未婚夫真是不要脸。安晨哥，我喜欢你。怎么会这样？怎么关不掉？原来傅茵茵和关安城有私情啊！不是这样的，这个这视频是不是你放的？赶紧把视频关了！他自己放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傅莹莹，你就非要看到茵茵因为你身败名裂吗？要不是我提早准备，今天身败名裂的人就应该是我了。我以牙还牙，这有什么错？怎么可能？你早知道！所以说，别跟我耍小心思。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故意算计的茵茵，亏我对你还抱有几分愧疚，现在看来，根本是我瞎了眼。你那几分愧疚，我一点都不稀罕。身败名裂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
愿意娶茵茵。安辰哥，既然你这么对茵茵，就别跟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不给你脸面。安辰哥，我早说过，对付他这种人就不能心慈手软，绝对不会和你结婚的。我也是。这是怎么回事？他们8个不是傅以宁的未婚夫吗？怎么都向着傅茵茵？安辰，你怎么在宁宁的订婚宴上这胡来呢？爸爸，今天是我的订婚宴，你不会要答应他们吧？傅以宁，你怕我们被傅家扫地出门，我们8个也绝对不会娶你的。爸爸，我和安辰哥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宁宁，你看，他们都是真心相爱的，你要不就成全他们吧？啊？是啊，宁宁，你放心，妈妈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好吧，那这个订婚宴就让给傅茵茵了。宁宁，你能那么懂事，妈妈真的很欣慰啊。这不是鼎鼎有名的行业金牌律师刘律师吗？他怎么到订婚宴现场来了？安辰哥，这不是负责傅老爷子遗嘱的刘律师吗？他怎么来了？哎，刘律师，2年之期还没有到，你来这是？我来是来宣布傅老爷子遗嘱的。遗嘱？这好端端的宣布什么遗嘱啊？刘律师，这件事以后宣布也不迟，你快回去吧。如今傅家继承人已经确定，也就没有再等下去的必要。当初傅老爷子离世，吩咐我一件事：如果日后你们8个人对傅大小姐背信弃义，傅大小姐即刻接任傅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宁宁，刚刚是我老糊涂了，求婚不作数的啊！爸爸，我刚才有问过你，可是你说这些话，在座的宾客都是可以作证的。爸爸妈妈，原来你是为了能够让我继承傅家的家业，所以才这样做的。这爸爸妈妈对我真好。怎么会这样？这是傅氏集团80%的股权转让书，从今日起，您就是傅氏集团第1话事人，傅家大小事务全都听由您的安排。傅以宁，你是不是早就预谋好了？你当众放我视频，就是想让安辰哥哥当面背叛你，这样你就好继承傅家的遗产。对啊，宁宁，你看你年纪还太小了，这么大的家业还无法继承。要不这样，这个遗产啊，就分给我们。为什么？宁宁，爸爸妈妈也是为了你好啊。对，爸爸妈妈，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会将唾手可得的东西亲手交给一个送我进监狱的刽子手呢？爸爸，您年纪大了，也该退位了，这董事长的位置就让位给我吧。傅颖，你别忘了，没有傅叔叔就没有现在的你，你别太过分了。我过分？我过分？爷爷，把我让教训你啊，也是逼不得已。现在公司继承权全在傅以宁一个人手上，只有等他满25岁之后，我们才可以均分他的继承权。而且遗嘱上也说了，只要他跟安辰哥哥他们8个任何一个人结婚，他就能提前获得财产。到时候我们还是分不着钱啊！大家好好看看，这就是我爸爸妈妈的真面目。你们之所以对我百依百顺，不过是因为我身上有你们做梦都想得到的继承权。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不要胡说！姐姐，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我告诉你，你现在翅膀硬了，我动不了你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公司1天，我就是这公司董事长，还轮不到你来说话。你以为这公司现在还是你的公司吗？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召开董事会，集体表决，投票傅大小姐当我们的新任董事长。你们竟然背叛我！这样对得起傅叔叔吗？你们8个在公司掌握公司要权，作威作福这么多年，要不是傅大小姐，
哪有出头的日子？我们跟随傅大小姐，心甘情愿。傅一宁，你真是厚颜无耻！原来你回家都是装的，你就是为了傅家的财产。对啊，从今往后，我傅以宁与傅家所有人断绝关系，傅家的家产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傅以宁，傅老爷子当初让我们好好照顾茵茵，照顾好傅叔叔和傅阿姨。你能忤逆他们，难不成还能忤逆傅老爷子吗？老爷子生前从未说过这种话。你说什么？老爷子生前让你们照顾好的人是傅大小姐。你说谎！傅叔叔和傅阿姨不可能骗我们。我有当时老爷子离世时的录音，是真是假，一看便知。韩成哥，你别相信他，他和傅以宁肯定是串通好的。你们被傅茵茵团团转耍了20多年，就不想知道真相吗？韩成哥，爸，你这个孽子，为了一个管家的女儿，把我们傅家的血脉送进监狱，坐牢3年。你对得起傅家的列祖列宗吗？爸，茵茵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要是被送进监狱，我怕她会没命的呀！你还敢袒护她？我告诉你，傅家的产业只有你一个人能继承。爸，您34啊，爸！家里培养的那8个优秀资助生，都是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的遗骨，也是给宁宁培养的未婚夫。我要她出狱后，保她一生幸福美满。哎，爸，爸！我爷爷好心好意收养教育你们，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们？说是因为你傅老爷子才收留了我们。你知不知道傅老爷子对我们8个恩重如山？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偶尔任性，没想到你在这种事情上都能够撒谎。一争到底还不是你们的错？怎么，你们想回去重新弥补傅以宁吗？傅以宁，我告诉你，自从你3年前入狱开始，他们都是跟我一起逼迫你的。从你入狱回来之后，安晨哥每一刻都在帮我盘算怎么除掉你，包括你被下药的那件事，他也是知情的。你住口！再说下去，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你动我，你舍得吗？我看你真是疯了！胡说什么？我才没有疯！我已经通知了精神病院过来接人。我没有病，安晨哥，救我！我没有精神病。姐姐，我错了，我以后在你面前消失，求你别把我送进去好不好？姐姐，我错了，我错了。还记得你3年前的过失伤人？大小姐，安晨少爷他们已经在下面跪了1晚上了，要不您就原谅他们吧。原谅他们身上的债，我还没有一件一件讨回来。当初我们把你送进监狱，给傅茵茵顶罪，是我们对不起你。这件事，我们接受惩罚。我还要你们如实证明，3年前是傅茵茵过失伤人。
我没病，我不吃药。我不打针，我不要打针。娘娘，娘娘，爸爸妈妈，我来看你们。娘娘，爸爸知道错了，娘娘。娘娘，你把我们接出去吧，我不想待在这里了。爸爸妈妈，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女孩和她的母亲相依为命，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亲眼看着她的母亲为了救她被车撞死。女孩到处哀求，想要凶手得到惩罚，可是所有的律师都拒绝了替女孩的母亲申冤。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知道这个人有一个走失的女儿。娘娘，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故事说完了，我该走了。阿成，你到底是谁？就是那个替母亲申冤的人。啊！